上一世，我极力劝阻表妹嫁给变态富二代，还特意给她介绍了一个温柔的高富帅，结果她自己作死出轨，还被毁容。于是她把这一切都怪在我的头上，觉得是我拆散她和变态富二代在一起，认为是我毁了她的一生。第二天，她就拎着菜刀当街把我砍死了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表妹向家里炫耀她和那个变态交往的这一天。这一次，我选择成人之美，就让他们这辈子紧紧锁死在一起吧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看到二姨和二姨夫满脸放光，头都快仰到天上去了。三姨和其他亲戚满脸都是羡慕。罗浩家在全国都是数得上号的富豪，是地产业的龙头，身家无数亿。现在自家闺女攀上了这棵大树，人家随便赏口饭都够普通人吃一辈子的。柳西西沉浸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，骄傲地继续炫耀着。重点是罗浩对我特别好，昨天带我买了好多衣服，还送我一套别墅呢。这是别墅的照片，你们看看。在亲戚们的惊叹声中，柳西西的虚荣心爆棚，姿态简直要飘起来了。别以为人家是富二代就性情乖戾，他很温柔的。姐，你和罗浩是小学、大学同学，应该了解他的为人吧？众人的目光投向了我，我从恍惚中回过神来。上一世他这么问我的时候，我毫不留情地给他泼了冷水，揭露了罗浩的变态真面目，还极力劝他赶紧和罗浩断开联系，不然肯定会深陷其中，落得个凄惨下场。罗浩小时候性格暴虐，在学校里就是小霸王，还故意杀害了一个流浪汉，却没有被判刑，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，就因为他家关系硬，事情很快就被压下去了。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件事，我就是当时偶然目睹这件事的不幸者之一，这给小时候的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我后来转学了，巧合的是，到了大学又和罗浩分到了一个班，他没认出我，我也不会主动和他有什么瓜葛。我知道罗浩这么多年不仅没收敛他的性格，反而更加变态了。我偶然得知他虐猫，可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虐猫方式。罗浩租了一个厂房，抓了几百甚至上千只猫，弄来兽药让它们自相残杀，直到满地鲜血，残肢断臂，然后他赤身裸体地加入进去，拿着刀一顿乱砍。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，是因为他租的厂房是我男朋友家的，在退房查验的时候，虽然对方派人把现场清理干净了，但怪味却怎么也散不去。我男朋友和我同级不同班，听我说起罗浩的事，心里一惑，就去查看了暗藏的监控，然后吐得昏天黑地。男朋友还告诉我，他从朋友那里听说罗浩在男女之事上也很变态，玩游艇派对之类的，还把一个未成年女孩弄得堕胎身亡，女朋友更是一批一批的换。当我说出这些隐秘之事时，二姨和柳西西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后来我才想明白，他们不只是因为害怕罗浩的变态会对柳西西不利，更多的是觉得当众丢了面子，脸色才如此难堪。本来还在跟我们炫耀自家祖坟冒青烟了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我从天堂打入了地狱。柳西西脸色由晴转阴后，还不信地问我，是不是因为嫉妒他即将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才故意这么说的。当时我没多想，只念着亲情，苦口婆心地给他解释，是真的怕他掉进火坑。我想让柳西西赶紧和罗浩分手，还给他订了机票，让他飞到远一点的地方躲躲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我告诉他，这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，很可能是铁饼，会砸得他们头破血流的。柳西西要是找个家境不错又踏实的人结婚，那绝对是高攀了，可他却作死，不好好经营婚姻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结果把自己搞得那么惨，还来埋怨当时是我拆散了他和罗浩。他觉得要是他和罗浩在一起了，他肯定是罗浩的真命天女，能让罗浩改掉以前的陋习，重新做人，而他也会成为身家几百亿的阔太太。最后他喝醉了酒，在愤怒之下把我和丈夫砍杀了，他自己也锒铛入狱。三姨和二姨夫不知反思，反而倒打一耙。在柳西西入狱之后，他们跑到我家来大骂，说都怪我当时多嘴，没让他们女儿和富二代在一起，才导致了后面的悲剧，还让我爸妈赔偿几百万，说是赔偿他女儿的命。柳西西这个白眼狼就活该被罗浩玩弄致死，不管是被当成海天盛宴的玩物，还是遭受蜡烛皮鞭窒息之类的变态玩法，都和我没关系。重活一世，我绝对不会再犯傻，不会再掏心掏肺地对待白眼狼了。大家都等着我的回答，我笑了笑说，西西，我还真不太清楚罗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
我平时不是在图书馆，就是出去旅游，和班里同学接触不多。不过你谈恋爱，自己的感受最重要，你觉得他好就行。我感觉我就像一只孤鸟，和他们似乎不在一个世界。而前世的丈夫现在正在创业的关键时期，我们已经见过家长了，只是还没告诉其他人，等合适的时间就结婚领证。你们还是好好担心自己吧。这一时我就想看看他们这日子到底能过成什么样。这次家族宴会，二姨一家成了主角，他们在和大家碰杯喝酒的时候，带着一种施舍的感觉。二姨夫的目光扫过众人，就等着别人羡慕，满足他的虚荣心。喝酒的时候更是各种吹嘘，把大家都惹恼了。其他亲戚劝说二姨夫，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才刚刚谈上对象。二姨夫借着酒劲，嚣张气焰上来了，大骂他们都是嫉妒自己，诅咒自己，最后弄得不欢而散。我就静静地看着他们一家表演。过了几天，我刷到柳西西发的朋友圈，她穿着那种不伦不类的洛丽塔衣服，角落里还有没拍全的小皮鞭和蜡烛，故意摆出一种又蠢又欲的感觉。估计她对这张照片很满意，可在我看来，这简直就像个小丑。我还看到她脖子上有一圈勒痕，我不禁浑身起鸡皮疙瘩，轻轻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个罗浩果然很变态，这是玩窒息游戏了吧？我不清楚他们到底玩的有多过火，但显然不是正常的恋爱关系。我知道像罗浩这种人，柳西西在承受这些暴虐之后，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。罗浩可不是那种玩完就会给点钱补偿感情的人，他玩完就会像扔垃圾一样把柳西西扔掉。柳西西随后还专门给我发消息说，罗浩真的很懂情趣，跟他谈恋爱刺激又幸福。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幸福啊！我随手回了一句恭喜恭喜。他还说你俩把日子过好了，比什么都强。这皮鞭子估计都抽得你嗷嗷叫了，还在这自豪呢。我就静静的看你这戏什么时候演完，看你什么时候被玩死。柳西西又说，姐，你也不发个表情包，显得这么生硬，是不是表面上在恭喜，实际上羡慕我羡慕的咬牙切齿呢？你学习成绩好，大家都以你为傲，今天终于轮到我扬眉吐气了。我给他回了7个表情包。柳西西回复，哈哈，姐你果然是在羡慕我，这回只发表情包不打字了。我真想踹他一脚，这是什么奇葩脑回路？柳西西继续炫耀，姐，他有几十个女人，但那些都是玩玩而已，只有我才是他的真爱。我心里想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能感化渣男，你就是个普通人，凭什么觉得自己是他的命中注定呢？远离渣男才能保护自己。可有些人就是分不清好坏，你真心想让他别走弯路，他却以为你在害他。说白了就是贱骨头。我直接把他设置成消息免打扰，然后扣上手机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我男朋友满脸焦急地走进来，一见到我就抓住我的手问，小锦，你没让你表妹和她男朋友罗浩分手吧？你千万不要去阻拦他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惊愕地看着他，然后拉着他到没人的地方，小声问，老公，你难道也重生了？对方明显特别惊喜，我们激动地抱在一起。这辈子我们决定绝不多管闲事，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我说，你项目现在正到紧要关头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耽搁了，结婚的事也不着急。男朋友的项目确实催得紧。又过了几天，二姨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话有些吞吞吐吐的，说邀约我见面说点事。我大概能猜到，他们可能发现柳西西身上的异样了，估计是想找我出主意，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让他在电话里说，我走不开。三姨听我说的这么坚决，犹豫了一下才说，她发现柳西西身上都是被鞭子抽出来的红印子，脖子上有一道淤青，嘴角也有伤，走路姿势很别扭，时不时还疼得吸气。她又不肯说发生了什么事，二姨他们思来想去，猜测是罗浩打的，就问我罗浩是不是那种暴虐狂，能不能帮忙劝劝。我随口说，二姨，我真的不了解罗浩的为人，和他没什么接触，我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过日子是2个人的事，外人管不了。也许这就是他们爱情的考验呢。二姨叹了口气说，实在不行还是让他们分手得了，这有钱人家的少爷，咱们普通人真把握不住。三姨夫却猛地一拍桌子说，不行，必须得在一起。二姨夫现在已经飘了，他已经被公司辞退了，天天就在家里等着一夜暴富。之前吹了那么大的牛，和家里亲戚都闹翻了，要是最后没成，他非得成为笑柄，抬不起头来。而且他不想放弃这个一步登天的机会，他觉得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这肯定是人家对细细中程度的考验，只要挨过去，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三姨没什么主见，附和着说，有道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
那咱们就暂时先别管了。对于这着了魔的一家人，我除了无语还是无语，也跟着附和了几句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这辈子我是绝对不会和这三观不正的奇葩一家人有任何瓜葛的，沾上他们准没好事。至于报复的事，我也就想了一下，就抛到脑后了。有上一世对未来的了解，这辈子我肯定会过得更幸福，没必要去惹一身骚。也许罗浩会替我去报复他们呢，我只要静静地看着就行。很快就传来二姨夫被打断3根肋骨住院的消息，二姨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帮她找人申冤。我却悠闲地泡好一杯茶，坐在阳台的躺椅上晒太阳，有热闹看就看呗。原来那天二姨发现柳西西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劝她受不了就分手时，柳西西不但不听，反而把她妈骂了一顿，还跟她妈说自己过得很好，让她别多管闲事，就等着以后跟着沾光呢。罗浩还送了她一套别墅呢。柳西西打算搬出去，再也不回家了。后来因为二姨夫总是跟别人炫耀她闺女有别墅，别人刺激了她几句，说什么别墅就只在照片里见过，你去过实地吗？让你进门吗？喝酒上头的二姨夫被刺激到了，就拉着他那些朋友要去柳西西的别墅里作威作福，保安根本不让他进，还粗暴的赶人。他拿出房子主人的架势，教训保安说，你不过就是一条看门狗，还敢跟主人呲牙，信不信分分钟让你滚蛋。罗浩正在别墅里训他的狗呢，被外面打扰，当即就不高兴的出来了，听说是自己狗的爹找来，还敢这么嚣张，直接一脚就把二姨夫的肋骨踢断了，还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了柳西西一巴掌，让这个贱女人认清自己的地位。其实那别墅就是罗浩的训狗场所，根本不是给柳西西买的，他完全是自作多情。柳西西不肯放弃自己翻身的美梦，对方态度已经这么明显了，他还不清醒，还宣称要和二姨夫断绝父母关系。二姨在电话里嚎啕大哭，说让我赶紧想办法，劝柳西西别做白日梦了，赶紧和罗浩分手吧，要不然以后还不知道有什么恶果呢，别把命再搭进去。二姨哭得抽抽搭搭的，小景你不知道啊，那个恶霸打伤我们之后，还派人过来警告我们，让我们别乱说话，否则小心自己的命。我看他不是在吓唬我们，是真的，那人看起来就像杀手，他们只手遮天的，咱们小老百姓怎么能斗得过他们呢？你赶紧给你好妹妹安排个工作，再给她介绍个家境不错，差不多有个1000万身家的对象吧，不能再让她这么走进泥潭了。我喝了一口茶，连吐槽都懒得吐槽，还想好事呢。上一世我还真当了冤大头。我说出罗浩的真面目，迫使他们分手之后，二姨也是让我给柳西西介绍工作，还暗示是我把她和男朋友拆散了，没了变成凤凰的机会，我得管她。被他们一通道德绑架，我心里还真有点愧疚感，其实也生气，但当时没有撕破脸，就忍了。又看到柳西西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我鬼迷心窍的去找我们领导，给他安排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。我们单位待遇特别好，门槛很高，研究生想进去都很难，而他一个只有容貌中专学历的人，我硬生生通过人脉把他弄进去了，这让单位里的一些人对我很有意见。柳西西还捅了几次篓子，都是我给他收拾的烂摊子，弄得我的人脉受损不小。他还到处拉仇恨，行事高调嚣张，在单位闯了祸就说我姐是什么什么领导的学生，有种你去弄我呀。那嚣张的样子让我头疼不已，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。我去找二姨夫让他们管管柳西西，毕竟在单位不像在家里能任由他胡来。二姨反倒来说我，柳西西回来都跟他们说了，是别人欺负她，还说我看着别人欺负自己妹妹，却向着外人，一点都不向着自己家里人，我只能把气往自己肚子里咽。后来被他折腾得烦了，我也给他张罗介绍了一个对象，不过柳西西没看上人家，我有个家境还算优渥的学弟看上他了，虽然没有1000万身家，但是算上不动产也有几百万，配柳西西是绰绰有余了。结果就发生了后面的事，这一世我绝不再当冤大头了。我安抚二姨说，二姨，西西从小到大都是脑子很灵活，很会为人处事的那种人，她这么做肯定有自己的想法，说不定现在就是在忍辱负重，等着以后和罗浩结婚，就能得到一大笔钱，把现在受的委屈都弥补回来。从小到大你们对她的宠爱我们都看在眼里，西西说跟你们断绝父母关系肯定是为了演戏。二姨夫听了我的这番解释，喜笑颜开，哈哈大笑说，肯定是这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闺女就是像我，是个能成大事的狠心人。二姨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就给西西打个电话，问问她是不是在演戏。姨还真就打了电话，很快便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无机时练修情绪一下子就高涨起来，小锦骄傲地跟我说，我闺女就是这么想的，等着吧，最多再过半年，
我们也会有钱的，到时候再离婚，分个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财产，到时候我也要去国外旅游呢。你们去过哪些好景点？现在就先给我讲讲。我随口敷衍了几句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柳西西是个极为自私的人，他是想跟父母断绝关系的。如今父母主动打来电话，还帮他编好了理由，柳西西又不傻，哄骗一下家里人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这对他来说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呢？可能是因为别人对二姨夫的嘲笑比较多吧，他还大言不惭地发了个朋友圈，今天的你对我爱答不理，各种嘲讽，明天的我让你们都高攀不起，你们这些势利眼给我等着。我看到后只是笑了笑，没说什么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等来什么。柳西西时常在朋友圈发他那些贵妇朋友在游艇上、沙滩上、豪华酒吧里穿着各种诱惑的衣服，可游玩之地往往是体重的灾区，而且我发现他一天比一天笑得勉强，脸上的妆容也越来越厚，显然是想要掩盖什么。不用多说，肯定是被虐待的痕迹。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先是跟我炫耀罗浩对他有多好，接着又支支吾吾的想跟我借钱，你这会儿借我10万块，就当是早期投资了，等我有钱了还你2倍。我还是念着你的好的，换别人我可不给这个机会。我说哟，怎么着，罗浩对你好，却一点钱都不给你？柳西西硬着头皮说，罗浩喜欢的是独立女性，他对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关怀，我看是身体上的折磨吧。说着说着，他先忍不住了，姐，你救救我吧，不一定是罗浩的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身上一阵发寒，也不想多问，他玩得这么花，就算柳西西想保护自己，恐怕也由不得他。你借我点钱，或者陪我去打胎吧，现在月份还早，肯定不会影响罗浩的体验感。他好像精神已经出了问题，还自己分析说，最近罗浩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差，肯定是玩腻了，还要花钱做一个阴部整形，还要穿环什么的。柳西西大概是压抑得太久了，此刻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一般，把之前在我面前树立的光辉形象全都推翻了。姐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，咱们家其他亲戚都穷疯了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冷血又绝情。我跟他们借钱，他们直接就把电话挂了。我说，你怎么不找二姨和二姨夫拿钱呢？只要你说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他们肯定会支持你的。柳西西又开始支支吾吾起来，随便找了个借口想敷衍我，我一听就听出来了，便说道，既然不想说就算了，挂了吧。柳西西见忽悠不了我，只能告诉我实情。前阵子他已经忽悠家里给他打了仅有的10万存款，去给罗浩买了一块手表送过去。那种舔狗行为能感动谁呢？不过是自我感动罢了。送上门的钱，罗浩哪有不要的道理？礼物是收下了，可当天玩情趣的时候，又狠狠地把柳西西暴虐了一顿。柳西西这个没脑子的还跟我说，他虐我虐得那么变态，肯定是因为爱我爱得特别深，再过几个月他肯定就会和我结婚的。借我钱吧，我都无语了。柳西西这哪里是恋爱脑，简直就是脑残，把别人设下的陷阱当成救命的绳子，紧紧抓着不肯放手，一步一步被拖向彻底毁灭的泥潭，陷入绝境。当然也有可能罗浩和柳西西真是绝配，一个性情暴虐变态喜欢施虐，一个骨子里就犯贱，就喜欢被人打，越被打越兴奋，反而换一个踏实跟他过日子的人，他还受不了，觉得人家没意思。知道了真相，这瓜也吃得差不多了，我可不会借钱给他，让他做伤害自己的事情。打胎太伤身体了，你也该好好反思反思自己，为什么罗浩对你是这种态度？我给他讲了些有的没的大道理，反正一点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。柳西西听了暴怒，直接挂了电话，还在朋友圈控诉我们这个家就知道吸血。我看着觉得莫名其妙，谁吸他血了？在得到柳西西的消息时，我和丈夫已经结婚了，而且她创业的公司名声大噪上了新闻热搜。在那热搜下面有这样一条消息，某裸女在地铁上装狗。我点进去一看，正是柳西西的脸，她在地铁车厢里把自己脱光了，脖子上挂着一条狗链子，趴在地上往前爬，脸上的表情极为麻木。再看她的肚子隆起，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，说不定都快生产了。大家骂得特别难听，说这是在做主人的任务，我们成了他们 play 的一环。这个世界真疯狂。也有姐妹为柳西西鸣不平，帮她报了警，可又有什么用呢？我默默地关闭了评论区，不过是她自作自受罢了。很快这条消息就被和谐了，直到这个时候，二姨和二姨夫的报复美梦才彻底破碎。他们又给我打来电话，求我救救他们家的柳西西。小锦说，救救你妹妹吧，她现在鬼迷心窍了。我们去找她的时候，
还让人把你三姨夫没完全好的肋骨又给打断了。他就像是彻底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似的。他精神状态好像也不好，疯笑着对我们说，谁要是阻拦他成为富家太太，他就把谁给杀了，还当着我们的面把他养的猫的脑袋拧了下来，特别血腥。你赶紧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治一治，然后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给他找个接盘的好人家，再把他弄到别的城市去过好日子吧。你是他姐姐，你得为他负责呀。前世的我或许是个真圣母，可最后得到了什么结果呢？我怎么可能再去插手管他的事？而且为了防止他们到单位来找我，我早就调岗到海外了，需要工作3年才能回去。我父母更是早就开始全球旅行了，不管什么事，我都只是随口敷衍说，行，我安排人去试一试。但是柳西西现在的状态你们也看到了。二姨夫愤怒地说，不行，你必须把他救回来，你是他姐，你要是不把他救回来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柳西西必须回来，他还得给我养老钱呢。既然都已经撕破脸了，我干脆直接把电话挂了，反正我现在在国外，他们肯定没能力来找我。等到3年后我进修结束，估计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我也是听亲戚说，二姨夫染上了赌博的恶习，把自己的房子等资产都输光了。他那么丧心病狂的想从柳西西身上吸血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不知道他还能安然无恙多久。我正和丈夫在公园散步的时候，他的同事发过来一个视频链接，问道，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老婆不争气的妹妹，在外网已经很火爆了，有上百万的点赞呢。视频里出现的是一个女人当狗，有人让她闻臭皮鞋，她还做出特别享受的姿态。我看了一眼就觉得头皮发麻，听里面人们说话的声音，我猜测难道是罗浩玩腻了，把她卖到那边去的，或者这个女人又找了个什么大哥，被骗到那边去了。只是这么一想，我就不再想了。我和丈夫的想法很一致，不要让这样的垃圾人占用我们的精力，影响我们的心情。而柳西西的视频在外网已经火爆了，国内的人貌似还不知道。那天二姨夫还嚣张地让其他亲戚告诉我，说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他们一家都记得我见死不救。现在柳西西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去国外发财呢，等身价上亿的时候，就是回来打我脸的时候。柳西西在缅甸有路子是吧？一开始二姨夫和二姨还给家里打电话，说在那边过得特别好，给个国王都不换，让其他亲戚都去，在那边能发大财。家里其他人都过得挺好，虽然有的不是特别富裕，但生活都还过得去。而二姨夫一家打了好多电话，见没人响应，也就不打了。到了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，估计已经到天堂过好日子去了。